你好，我是 Alex 阿力。那么经过这段时间各个媒体的大肆的宣传，我们都知道了比特币现货 ETF 呢即将通过。那么这个时间节点呢将会是在2024年的1月10号附近。但是呢通过之后，这个真的会对市场带来巨量的这个资金吗？那会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那我们今天就重点来聊一下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之后会对比特币乃至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视频呢就这个话题呢着重探讨一下，或许呢能给你在后续的操作当中带来一些思考或帮助。那视频的最后呢，我会对比黄金现货 ETF 基金的历程，对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之后价格呢做一个预测。那这也会解释呢前几天我在视频当中为什么会建议没进场的朋友会在这个明年的2、3季度再选择低点也不迟。好，我是 Alex 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视频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在电报和微信呢都开了会员群。那我的目标呢就是带领群内所有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内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那如果你想要在下个牛市资产增长呢5到10倍，如果你是币圈的小白，不知道怎么入场，或者是你是这个币圈的老韭菜，却不知道如何配置自己的资产，那都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立刻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好，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啊。那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之后的好处啊。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列举一下这些好处啊。那第一个好处呢就是这个增加合法性和这个信任度。那 ETF 的批准呢对比特币这种新兴资产类别带来了更多的合法性，那可能会吸引那些对直接购买加密货币有顾虑的传统的投资者。接着呢就是这个提高流动性。那作为一种交易所交易的产品， ETF 可能会增加比特币市场的流动性，使得买卖呢更为便捷，降低投资的门槛。那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 ETF 而非直接购买比特币，这样呢也可以避免一些管理钱包和私钥等技术的问题。接着呢就是市场的多样化， ETF 提供了一种新的投资的比特币的方式，为市场参与者提供更多的选择。那接着就是这个价格呢稳定性的增加，更广泛的投资者的这种基础和增加的流动性可能有助于比特币价格的稳定。那接下来的好处呢就是加强市场的成熟度， ETF 的引入标志着比特币市场的成熟，这可能吸引更多的机构的投资者，他们通常呢会选择更传统受监管的投资渠道。那接下来的这个好处就是简化税务的处理。对于某些投资者来讲，通过 ETF 投资比特币可能简化税务申报的过程，因为他们只需要处理证券投资，而不是直接处理加密货币。那接下来最后一个好处呢就是降低欺诈的风险。那 ETF 通过是一种受监管和审查的平台投资比特币的方式，从而降低了与某些不受监管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相关的欺诈的风险。 OK， 那么我们说完了这些好处呢，再说一下这个比特币ETF 现货它的通过之后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啊？那不好的地方就是价格波动的风险。虽然说 ETF 增加了流动性，但也可能导致价格的波动的加剧，特别是在市场情绪驱动下的这种情况之下。那第二个呢就是监管的风险。那 ETF 的引入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政府的监管，这可能影响比特币市场的自由和去中心化的特性啊。我觉得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市场操纵的风险，大型的 ETF 可能会集中巨额资金，那会导致这个市场的操纵或者是价格的操纵。那第四个就是费用的问题啊，与直接购买比特币相比，投资 ETF 可能会涉及更多的管理费用和其他的费用。那第五个就是去中心化特性减弱， ETF 的中心化特性可能与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的这种精神呢相违背啊。那总的来说，比特币现货 ETF 的批准呢，可能会为比特币带来更广泛的接受度和投资便利性，但同时呢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那投资者在考虑投资这类产品的时候呢，需要权衡这些因素。接下来这个缺点呢就是过度金融化的风险。那比特币 ETF 的引入可能会导致比特币市场过度金融化，那这就会导致比特币远离最初的去中心化和反体制的这种理念。接着就是这个影响价格波动的外部因素增加，那比特币价格可能会更多的受到传统金融市场的影响啊，比如这个股市震荡啊，利率的变化，那可能会对跟美股的这种挂钩相关性呢会更大。
那接下来一个缺点呢，就是潜在的流动性的错配。由于比特币本身的流动性的限制，大量的 ETF 买卖可能导致基础资产啊，那比如这个比特币或者是其衍生品啊和这个比特币的 ETF 之间的流动性的错配。那接下来这个缺点呢，就是增加了市场对大型金融机构的依赖。ETF 的增加呢，可能会加强市场对几个大型金融机构的依赖，这些机构可能会在市场上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接下来这个缺点呢，就是可能的监管逆反应。如果比特币 ETF 出现问题，那如流动性危机或者大规模的市场操纵，这可能导致监管机构采取更严格的这种监管的措施，影响整个加密货币的市场。那我们综上所述，那比特币现货 ETF 的出现呢，它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事件啊，对其比特币市场的长远影响也是取决于多种的因素，包括监管的环境、市场的参与者的行为，以及加密货币市场的整体的发展的一个趋势。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黄金 ETF 的发展，预测一下比特币后面的走势。那比特币既然被称作是数字黄金，那么黄金和比特币作为价格储存手段之间的这个联系呢，也是显而易见的。那正是因为如此，那研究黄金 ETF 的这个通过的历程和历史的行情走势，那对预判比特币 ETF 的未来的行情有重大的意义。那黄金 ETF 通过前后的几个关键时间节点和价格走势，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第一个黄金 ETF 呢，通过是2003年的3月份的。那这个是叫做 Physical Gold 的这个全球第一支黄金 ETF 在澳大利亚悉尼上市。那在此之后，黄金出现了大幅上涨，并且一直持续到美国 ETF 开始交易。那2004年的10月份 ，SEC 批准了美国第一支的黄金 ETF， 叫 Streetex Gold Trust， 简称是这个 GLD。那黄金价格在批准之后呢，继续的小幅冲刺。那2004年11月份，美国黄金 ETF GLD 正式呢于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那 GLD 开始交易之后2个月，市场呢下跌了9%，一度跌破了 ETF 通过前的这个价格。后来呢，就经过8个月的这种盘整之后，黄金才开始进入高速上涨的周期。那黄金 ETF 的通过，让更多的交易者可以通过 ETF 进行投资，而无需保管金属和托管的银行。那在此后的几年内呢，黄金 ETF 产品在全球引发了认购的热潮，成为主流的黄金的投资工具，吸纳了大量的资金进场。那市场普遍认为，黄金 ETF 的通过直接推动了此后黄金的10年大牛市。那所以说，这个比特币的 ETF 的通过，那会不会也会给比特币带来这个后面的10年的大牛市呢？我们将拭目以待。那当然了，另一方面，这个黄金的强势的表现呢，也归功于这个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和货币的宽松的政策。那借鉴黄金 ETF 的历史的进程，我们对比特币 ETF 获批前后的走势呢，可以做一些初步的预判啊。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美国比特币现货 ETF 获批前，那市场呢有一个持续的这个预期。那我觉得这个阶段呢已经被兑现了。那从这个去年的年底一直到现在，那这个比特币它已经涨了150%多了，那这个已经是兑现了。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这个美国的比特币现货 ETF 正式获批之后，市场呢仍会有小幅的冲刺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在2024年的1月10号之后，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了，那可能市场呢会往上再涨一点点。那阶段3呢，就是比特币现货 ETF 上市交易之后也就是说这个 ETF 要到这个交易所，要到证券的交易所去交易之后，那会有一个冲顶。那冲顶之后会有一个较大的这个跌幅，甚至会跌破 ETF 通过前的价格。也就是说，这个通过前的价格，我们可以对比现在的这个比特币现货的价格呢，是在4万1附近有可能会跌破这个价格。那并经历一段盘整的周期，以便吸纳更多的资金，然后才会加速上涨。那第4个阶段呢，就是长期来看呢，美国比特币现货 ETF 的上市将打开传统资金进场的这种阀门，成为推动比特币大牛市的重要的催化剂。那根据多家公司的预测呢，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之后呢，将会给比特币市场带来至少数百亿美元的新增的资金。那我们都知道，那比特币目前的涨势呢，是依靠场内的这种存量的资金。那长远来看，我们需要这种增量的资金来推动比特币的上涨，推动比特币的大牛市。那这个数据呢，长远来看会增加到1000亿级别，那甚至是万亿级别。那根据目前这个比特币总市值是8000亿那对比比特币的价格是4万1，那如果说万亿
这个美元资金的进场，那意味着未来比特币将会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价格。那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如果说比特币达到了100万美元一枚，那比特币的总市值呢将达到21万亿美元。那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会看到这一天啊。那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景啊。那也是给所有朋友投资比特币的朋友有一个强力的这种支撑啊。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视频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说你觉得对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的话，请一定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会在接下来持续不断提供更加优质的内容给大家，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共同进步，一起发财。Peace。